哎，就当自己家一样啊，别客气啊，准备吃饭喽，快！小小，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糖醋排骨，你尝尝看，还是不是以前那个味道？好，试试。还是这么好吃，你厨艺越来越好了。那多吃点啊。我有点倒胃口，不想吃了，你们慢慢吃吧。秀秀，你去看看他。秀秀，哪儿不舒服啊？哎，我看看你。就是觉得好累。你也真是的，你怎么能把潇潇带回家呢？你让秀秀怎么想？我也是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潇潇她流落街头吧。再说了，我本来以为秀秀她不会生气，可是没想到嘴上没这么说，不代表心里不这么想。不行，潇潇必须离开你们家。你不说，我来说。哎，我说老大，你别打了，潇潇已经够可怜的了。你是不是还对潇潇余情未了啊？你胡说什么呢？我看你心虚，不带你这样的。潇潇真是的，再可怜也不能破坏人家家庭。哎呀，这不关潇潇的事情。那么大声干什么？还说自己酒量好，没喝醉，醉成这样了。我们再喝几杯嘛。先进去。还说自己没醉。老娘你别走，我害怕，你陪陪我。好吧，好吧，我不走啊，我不走。送你上去吧。不用，你送我上去会把他们吵醒的。到家了。老牛，老牛，潇潇，我没喝多。到家了。到家了。刘秀秀，你这么做是不是太傻了？不，我不能给老妞带来完整的幸福，又何必勉强在一起痛苦呢？现在好了，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也许这就是天意，让潇潇和老牛
能够破镜重圆。我只是一个过客，是时候该走了。不带走一丝遗憾。秀秀，老牛，你怎么在这里啊？我还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我跟秀秀的房间啊。这，我想想，哎呀，秀秀，秀秀。老牛，我走了，不用解释，这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真的，我本来就想离开你了，只是不忍心让你再次离婚，被人笑话，所以拖着没走。现在好了，月老又把你和萧晓拉在一起，我为你们感到高兴，真的，我衷心的祝愿你们破镜重圆，不留疤痕。祝你们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不要来找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离婚协议书你签完字就发个短信告诉我，我再回来和你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秀秀，哦，怎么了？是不是秀秀有消息了？小翠说秀秀在机场呢。哎，在那儿。秀秀，你能不能别走啊？小翠，别这样嘛，咱们又不是生离死别。我舍不得你，不想让你走吗？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过一会儿再走好不好？过一会儿再走。不行，我得马上走了，来不及了。哎，秀秀，你再等一会儿。秀秀，不许走！秀秀，你这是干嘛？潜逃啊？小翠，你怎么这样啊？你不是已经向我发过誓，不告诉任何人了吗？我没说你去哪儿啊。秀秀，求你别走了。我不想跟你离婚。哎，放开我！秀秀，哎，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别想走。就算老牛跟萧晓酒后失德，你也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秀秀，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啊，我给你跪下行了吗？哎，老牛，你别逼我了好吗？也没人在逼你啊，秀秀。你难道不认为你们离婚的理由不成立吗？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我不能生孩子。怎么了？难道听不懂吗？那书面语就叫不孕不育。你别再跟我开玩笑了，你怀过我的孩子，我不信。我拿这种事开什么玩笑啊？不信你可以去问小翠。小翠，小翠，秀秀真不孕不育吗？生不了就生不了，咱们也不是亲爸妈生的嘛，只要老牛不介意就好了。老牛不会介意的。对，我不介意。他不介意，我介意。秀秀，你别这样行吗？有病我们可以治啊，就算治不好，我们还能领养吗？对呀。你就别再骗你自己了。你的心思我明白，老牛，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我心里痛苦内疚，我无法真正的去面对你。我真的不想这么一辈子跟你痛苦的生活，你明白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你不介意，但是我过不了我自己这道坎儿。我觉得离开你，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不是，秀秀，
这事儿急不得，或者你们可以先分居一段时间，也许治好了，你们还可以在一起啊。我不会分居的，秀秀，我不会同意离婚的，绝不。你不同意我就去死，我与其这么痛苦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的。老牛，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这么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痛苦。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你放了我，算我求你了，好不好？老牛啊，你这是在干嘛？秀秀走了，我们的亲戚关系也就结束了。当不了亲戚，还能做哥们儿？哎，多好的妹夫啊！虽然老了点儿。以前你叫我妹夫吧，我躲都来不及。可现在我想当你的妹夫，也当不了了。你别这样啊！要不，我看潇潇离婚就这2天的事儿了，你准备准备跟他复婚算了。哎，秀秀啊，命不好，天意如此。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呢？我对不起秀秀。你看我多有先见之明啊，什么都备齐了，酒还买了1瓶。今晚咱们哥俩不醉不归。我没心情喝。就没心情才要喝，有心情咱俩干什么不行啊？2个大男人非要在一起借酒消愁啊？我愁你也愁啊？这年头最缺的是钱，最不缺的就是愁。我说你有什么好愁的？这老婆贤惠，女儿可爱，这老母亲还身体健康呢。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吃着了葡萄的呢，未必满嘴甜。你想想，老婆、我老妈、女儿，3个女人就是一台戏，再加上一个猴子投胎的庸庸，我这个家整个不是家了，就是马戏团。跑到我这儿来借酒消愁了。哎呀，男人的苦啊，还是只能跟男人说。反正今晚我也不打算回去了，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有时间慢慢聊，多的是时间，该说什么就说什么，简单的很。你说你今晚不回去了，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不就为了咱们哥俩，能多说2句吗？你是不是说，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住我这儿了？我干杯，你随意。等，和小柯吵架了？没有。那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回去啊？不敢回。为什么不敢回啊？哎，我说你磨磨唧唧的磨叽什么呀？你倒说呀，为什么不敢回？我怕我一回去，他就跟我说那件事儿了。什么事儿？离婚。小柯要跟你离婚？这不可能啊！那天晚上我多喝了一点，一回到家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阳台吊椅那边，亲口跟我说，他要跟我离婚。那你怎么说的？正好酒反上来吐了。哼，也没准是给吓的。反正一吐呢就是大半夜，他一直在旁边陪我，估计是看我那个样子，也没接着跟我提。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早上起来，他带着孩子去幼儿园，桌上留了张字条，也没有提这件事儿。下班前他还催我回家，但说话口气明显跟平时不一样。这几天我都找借口躲着他，那回去不是自找死路啊！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这小子，哎，苗苗，苗苗，鲁达到现在还没回家，怎么回事啊？您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我打了好多电话，可都说已经关机了，要不然你打打试试。您打的是关机，我打不也是关机吗？哎呀，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妈，您如果相信我，您就放心，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的。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最多也就是什么？最多嘛，也就是不回家了。苗苗，你不能掉以轻心。男人到这个时候不回家，说不准在外面，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都来不及。他要是真出什么事儿的话，我想后悔的不一定是我了吧？走，别喝了，给我回去。干啥？回去啊！不是你干嘛呀你？我老牛胆小了，没想到你比我还胆小。说什么呢？你有胆子结婚生孩子，却没有胆子撑起这个家啊！哦，现在家里有事了，你拍拍屁股就走人，想当缩头乌龟啊！走，我这不是动物园，也不是马戏团，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放开我！走。我。你这个朋友还要住咱们家啊？对啊，住一阵子。咱们家就这么2个卧室，怎么住得下呀？我跟小鱼儿还有他，我们3个住一个房间。可你们房间就1张大床啊，3个人睡1张床足够了呀。那鲁达回来住哪儿啊？这不是有客厅吗？这有沙发，住沙发就得了。苗，不是我说你啊，哪有你这样做媳妇儿的啊？让自己男人睡沙发，让一个外人睡你男人的床位，你这个家到底谁的啊？谁说了算呢？妈，您问了我这么多次这个问题，那我今天就正式回答一次。这个家是我跟鲁达还有小鱼儿的，我们哪一个人说都不算。我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哎，等等。妈，笑笑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鲁达的朋友，还是小鱼儿的干妈。我们困难的时候，她帮了我们很多。那现在她困难了，我愿意把我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她。您不高兴呢，我也没办法，我也不可能因为您不高兴去改变我的主意。对了，今天永永呢表现得非常不错，以后也请您多费心了。还有，这里毕竟不是永永的家，想来做客或者暂住呢是没问题的，其他的就别想了。好了，也不早了，妈，赶紧回屋睡觉吧。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阿姨，你要用洗手间吧？我刚好忙完。你看看都几点了，才起来啊？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今天起晚了。
姑娘贵姓啊？忘给阿姨介绍自己了，我叫萧晓，第一个字是小月萧，第二个字是拂晓的晓。哎呦天哪，你妈怎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啊？听起来怪怪的。不过呢，你们城里这些姑娘一个个呀都怪怪的。哼，你看看这啊，细皮嫩肉的，这脸呐都能掐出水来，哪像我这老皮老脸的，都能去做皮鞋。结婚了吧？啊，昨天晚上跟男人吵架了。你看看，瞅你这样吧，也是个能降住男人的人，那还咋叫男人给撵出来了？你说撵出来了吧，找个好地儿住住也就罢了，还跑我们这种地方。我们家吧，人多屋子小，这么挤别。再说了，我都看看你这么细皮嫩肉的，住我们家多委屈啊，是不是？嗯，谢谢阿姨关心。这屋子吧，小确实小了点儿，难怪嘛，本来是一家3口的房间，突然来了2个人，加上我3个，一共6个人了，这能不挤吗？难怪人说蛇鼠一窝，什么人交什么朋友，一个个的还真把自个儿当成娘娘了。阿姨，您怎么说我没有关系，但是您平白无故的侮辱柯一苗，这我就不能装作听不见了。你本来就不该听不见，你又不是聋子。柯一苗可真不容易啊，摊上这么一个老公就不说了，还有这么一个恶婆婆，真是不知道她这么多年是怎么撑过来的。她老公怎么了？她婆婆怎么恶你了？你跟我说说看。一定要我说那么明白吗？别惹着我，惹着我了，你就是她朋友，我也照样撵。可以啊，要不然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吧。您还有连同这个小的，只要你们收拾东西立马出门，我也去收拾东西，二话不说离开这里，可以吗？凭啥呀？这是我儿子的房子，我们住，正常。你谁呀你？跑这儿指手画脚，别把我惹急了。哎，笑笑，是不是永永又捣乱了呀？他就是个瞎逼，又不是瞎犟。再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嘛，恶人自有恶人磨，我还怕他呀。别给我捣乱，走，到那边玩去。哎，我说苗苗，你看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这跑到我们家来指手画脚，你谁呀你？阿姨，您说话就说话嘛，别指指点点的。哎，另外我要提醒你一句啊，这位是您儿媳妇儿，这里是您儿媳妇儿她家，现在你们住她家里，如果要赶我走可以，但不是让您来赶，对不对？如果是鲁达跟柯一苗有一个人说话，我二话不说立马走人。但是现在您跟我都是他的客人，谁是客人？要是赶我走的话，也不应该是您，要走也是我们俩一起走，对不对？他家，我儿子辛辛苦苦赚钱买的这房子，他在这白吃白喝白住享清福，我没撵他就不错了，还他家，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连他也一块撵。我就不信，我养大的儿子，他敢不听我的？不是，你说你要撵谁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她是我婆婆，对长辈也不能这个态度，你说是吧？苗，我说你是不是傻呀？是。停车。他怎么还没回去？Lisa， 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看你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哦，怎么？泡面好吃吗？别老喝酒啊，吃点菜。来。你怎么不喝？
我戒酒了。一个女人在家里待久了，她是不是都会变得不可理喻？哎，你别忘了，我也是女人啊。这话说的我可不爱听。我说的是柯一苗，原来的柯一苗，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无论我做什么，她都无条件支持我。可现在呢，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我妈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现在我爸走了，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依靠我，他依靠谁？柯一苗呢？从我妈来了以后就没给个好脸色。还有我那个外甥永永，他想在这里读书，他一听立马翻脸。当年我姐为了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出去外面打工赚钱给我读书，到现在还跟我姐夫奔波在外面。我是想，永永要是留在这里读书，多少也可以跟小鱼儿做个伴。柯一苗却说怕他带坏小鱼儿，你说这可不可笑？人家刚从乡下过来，总要给人家一个适应的过程嘛。你柯一苗有耐心有能力，你可以好好引导。你说他怎么那么狠心？说完了吗？这事儿我能怎么办？难道让我开口去跟我妈说？回去吧，我媳妇儿不待见你，我开得了这个口吗？还有我那姐，我以后要怎么去面对她？她还不骂我白眼了？所以你就不愿意回家？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躲？你躲得了多久？这个我倒没想过。你是女人，你给我点意见呗。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情，我不好多参与的。但是鲁达，我觉得，至少我认识你这么久以来，你过得并不开心，对吗？我不希望你这样，要不你跟我回台湾吧。去台湾？我对你的心意你都知道。回台湾，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如果你是因为舍不得这里的一切，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买一个大房子，把你的妈妈、你姐姐、你外甥，还有你所有的亲戚都接过来。他们想住多久呢，就住多久，好不好？你真这么想？他们可都是乡下人。傻瓜，乡下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都是你的亲人呢。柯一苗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我经历多了，所以我更加知道什么是我应该珍惜的。我真傻，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问这种问题。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在你的心里都替代不了柯一苗。我到底在干什么？哎，Lisa，这是男厕所。Lisa，你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这么晚了，不会有人的。我是 Lisa，你是有身份的人，你快出去吧。我有什么身份？我没有身份。Lisa，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可我给不了你什么。鲁达，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你不开心，我都好难受。鲁达，我要你快乐，我可以给你快乐。Lisa，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不起。鲁达，鲁达，不管你怎么躲，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我和妈正在讨论咱们离婚的事情，
你要是抽得出空来，最好立刻回来一趟，我们在家等你。老婆，给我看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回去，随便他怎么样。这是你说的。对不起，丽萨。怎么？不管怎么说，我跟一苗还是夫妻，我们不能这样。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多少次在夜里，我都梦见你抱着我，说你爱我，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在你心里，你只爱柯一苗，所以你不会背叛他。其实我这次来南平，我也没有指望能跟你发生什么故事。不过，你能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对我敞开心扉，我真的很高兴。说明你已经把我当知心朋友了，对吗？谢谢你，丽萨。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把长久以来郁结在心里的苦给说出来。我醉了，又醒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回来了，坐吧，我有话要说。妈，您不是觉得这么多年我不工作不挣钱，每天都是靠鲁达享福吗？那我今天就来算一算，看看我有没有为这个家做贡献，做了多少贡献。鲁达，你也听着，有什么不对的你就指出来。4年前我辞职的时候，年薪是7000，辞职那天我考上了执业药师，年薪差不多是12000，4年呢，差不多是48000。我在不工作的时候，每天在家带孩子，就又省下了保姆的钱，保姆1个月差不多是800块钱，那4年下来就是将近4万块钱。保姆每天工作8个小时，但是我呢，至少工作12个小时，还不算这些钱。4年下来，我没有买过1件衣服，没有买过1双鞋，没有买过1个包。这4年下来，至少省了2万块钱。这个家一共是25万买来的，有20万是我们原来的房子卖的，另外的5万呢，是我和鲁达存的钱。原来的那个房子，我跟鲁达有2万，我爸妈出3万，还有5万呢，是潇潇给我们的钱。妈，你要是觉得我对这个家还是没有做什么贡献的话，鲁达，你要也这么认为，那我就觉得可以离婚了。但是我需要得到我该有的。还有妈，您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子吗？鲁达又这么孝顺，那小鱼儿我就带走了。但是在我跟鲁达还没有分家之前，我至少有家里1半的决定权。那么我可以决定谁去谁留。妈，以后您想来看儿子的话呢，随时都可以来，但是别人要来的话，至少要经过我们的同意。鲁达，你要是觉得不对的话，你可以说出来，我也不想玩什么捉迷藏的游戏了。妈，我舍不得淼淼，舍不得小鱼儿，舍不得这个家。妈，鲁达，我还有话要跟你讲。你知道我最绝望的是什么吗？不是妈，不是永永，是你。如果你不在乎的话，我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的。你一回来，我就知道这个家有救了。
你还要不要跟我离婚？看你啊，决定权都在你的手里。老婆，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妈，妈，不是儿子狠心。这样吧，你把永永送去就回来。别说了，你要怪就怪我，别怪苗苗，不是她的错。叫你别说了，您是女人，苗苗也是女人，换了您是她。我叫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虽然我不是你们亲生的，但是在我的心里，你们就是我的亲爸亲妈。苗苗是我小鱼儿，您看都没看一眼就走了。过后他该怎么孝顺还是怎么孝顺。我爸去世，他连夜跑了几条街，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出来让我带回家，怕您难过，也是他主动提出来把您接过来住。他自己在单位出了天大的麻烦，他都自己顶着。这次事情闹成这样，他还是把您当成婆婆，从来没有拿这件事出来伤人。我不能再跟着你犯糊涂了，我得保护这个家。儿子，对不起。这将心比心呢，那鲁达他妈妈也没做错什么。这感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对错，但是又必须要做出选择。所以啊，我觉得让鲁达做这样的选择真是太残忍了。你说，要是小鱼儿长大之后也遇到这样的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苗，你这句话有语病啊，我给你纠正纠正。首先呢，鲁达他是个成年人，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他自己选的，不是你逼的。第二呢，小鱼儿长大以后，你怎么可能会当婆婆呢？你当丈母娘好不好？那女婿跟丈母娘一般关系都好好的。就算你以后有机会当婆婆，你也绝对不会成为你厌恶的那种人，你就信我的吧。你这么说啊，我就安心了。哎，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第二条。这么说，我应该庆幸啊。啊，这婆婆呀、丈母娘啊，我这辈子啊都不用当。你先说还是我先说？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的，你就先说好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也算是两个成年人的及时止损吧。被你说的这场婚姻，就好像是你的一个风险投资啊。现在是要进行收益结算的时候了吗？是你提出离婚的，不过我也猜到，你真正面对的时候，并没有提出的时候那么洒脱，那么果断。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像你这个样子，这么大气，心平气和的就壮士断腕了。那你要我怎么样？哭泣、流泪、苦苦哀求，还是？我只是希望你看着我的那一刹那，哪怕你眼睛里有一丝丝的后悔。我忘记了，真相往往比自己希望的要残酷，对吧？好了好了，我不东拉西扯了，免得你误会了我的来意。我跟你一样的，去意已决。那好吧，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好。我们之间没有孩子，除了各自的工资卡，没有共同存款，所要分的就是这座房子和那辆车子。房子是2年前买的，总价是40万。银行贷了20万，我们付了20万首付，
还款是我在还，现在才还了一半。那辆车子呢，是12万块钱买的。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好吗？你知道我数学不太好，你没有必要跟我说的那么详细。既然你说的那么清楚，肯定已经明确了你的方案是什么。你直接告诉我你的方案结果，可以吗？我想把这个前因后果再详细的跟你解释清楚。什么意思？你害怕不跟我解释清楚，我就会对你的分配方案不满意吗？不是，我只是担心。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直说就好了。你要怎么分？房子归我，车子归你，你看怎么样？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也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们2个人1人1半。可是这房贷是我一直在还的。装修跟家电将近10万块钱都是我付的。你也知道，装修和家电它都会折旧的。这2年下来，已经基本不值什么钱了。虽然我数学不太好啊，但是我还是明白进水跟出水的区别在哪里。既然我们现在考虑进水量，我们能不能把出水量先放在一边？小小，我觉得我还是详细的跟你解释。家电跟装修确实是在折损，但是房价是在上升的。你前几天还在洋洋得意地跟我说，楼下有个邻居花了将近60万买了跟我们同样户型的房子，难道你忘了吗？拜托，这市值跟价值它不是一个概念。这2年确实是你在还贷，每个月2000块钱，但是你别忘了，去年年底还了一大笔款，那是我的年终奖。因为一直是你在还贷，所以家庭所有的日常开销都是我付的，包括那辆车的养护费。你该知道吧？家电跟装修在折损的同时，汽车也是在折损的。所以在你理直气壮地告诉我房子归你，汽车归我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按12万来计算这辆车的价值？我这样说应该不过分吧？小小，我本来想一项一项跟你谈，你非得逼我说结果。所以那你说，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们还可以把话好好谈下去。你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漫天要价，然后我再就地还钱给你，是吗？小小，你又何必这样呢？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协议方式，咱们也可以法院上见。乔主任，论精明，你是够了，只可惜啊，你也太沉不住气了。我只不过是逗你玩玩啊，没想到你真生气了。不是，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按你说的办啊。房子归你，汽车归我。其实这个家里我只需要带走的，就是我的书跟我的碟，还有我的一些衣物。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你同意了？100%同意。不是，我其实我还能给你一些现金补偿，不过你应该知道，不需要。我只需要拿走我刚才想要拿走的东西，其他的我1分钱都不会要你的，别担心。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啊？随时啊。如果今天可以办手续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去。我问过了，今天是可以的。你真的是，还是那么的体贴入微啊，真让人感动。毕竟夫妻一场嘛，应该的。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什么建议啊？你还是抽空把那个你没有做完的手术去做了吧。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方便，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方便。走吧，去给我们的婚姻送葬。妈，那以后家里呢，随时欢迎您过来，想住多久住多久。就是啊，不能带别人，是吧？中国人呢都说客随主便，您觉得呢？大子，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苗苗啊，是个厉害的角色，是吧？有你这么个儿媳妇罩着，我孙女儿、我儿子啊，没有人敢欺负了。妈呀，也就放心了啊。
悠悠要回去上学啦，寒暑假欢迎来玩，到时候一定不会再欺负妹妹了，对不对？我喜欢妹妹。太乖了，那舅妈呢就帮你转告妹妹，你喜欢她，想跟她玩，好不好？好。但是啊，舅妈家里呢也没有男孩玩的玩具，所以呢这个是专门给你买的，来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大子啊，你做人呐，比你媳妇儿可差远了。妈，您不知道，那都是我调教出来的。你算了吧。那以后小鱼儿就给你调教喽。啊？什么意思啊？我想好了，我要去上班。今天我不去单位了，咱俩一起去幼儿园接小鱼儿吧。为什么呀？小鱼儿上幼儿园之后，我还从来没去接过呢，都是你一个人，我得让人家幼儿园的老师知道，咱们小鱼儿也是有爹的。不要紧，不要紧，你这打算赖上我？该给你的1分都不会少。不该惦记的东西，趁早打消心思。知道副总有钱，不过我不需要。昨天晚上就当做各取所需了。可没想到一个电话让盛眠知道。大小姐真不要脸，竟然想小三上位，拆散我姐姐和姐夫。那你去发布会上搞清楚，谁在勾引你姐夫？我姐可是才华横溢的新锐设计师 Penny， 他们不仅是合法夫妻，在工作上也很合拍。你说什么 ？Penny 就是盛眠？我告诉你，我姐姐已经怀了我姐夫的孩子，你别想横刀夺爱。你说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姐姐已经怀上了傅彦辰的孩子，你这辈子都别想上位了。本以为妹妹是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却另有目的。聪明的人想得到什么，从来不用自己动手。姐姐，我倒要看看你保不保得住傅彦辰的孩子。果不其然，好，我马上过去。此时的盛眠尚不知晓，此乃她婆婆精心所设之陷阱，而危险一步步朝她逼近。果不其然，婆婆竟将她骗至一处僻远之地。可就在她察觉有些异样之时，却以为时已晚。突然一人出现，将她迷晕过去。待她醒来时，却发现自己已然被五花大绑的捆缚起来。就在她大声呼救并试图挣脱束缚时，没想到婆婆却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保姆，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倒是要问问你，你为什么背着我们家燕城偷人，将我们傅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这么多年来，我们傅家帮了你们盛家那么多，你居然敢到了这一切的真相。燕城，既然你回来，就赶紧把婚离了吧，这已经3年了，也该解决了。我知道，盛家本来就是卖女儿，我一定会和他离婚。卖女儿？原来他一直是这么界定这段婚姻的。那我们的关系也没必要挑明了，就当昨晚的事从没发生过吧。欲擒故纵对我没有用，拿了钱再走，出了这扇门，忘了昨晚的事。我没有副总有钱，但你也别嫌少。这1毛钱，你值得。然而就在盛眠对他一番羞辱转身离去之后，傅彦成竟意外发觉了床上的一抹烟火。他是第一次。然备受打击的绿茶妹妹很快便将盛眠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傅彦成的母亲，并添油加醋地表示盛眠怀了别人的野种。她怀孕了？什么？你也知道彦成有多讨厌盛眠，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傅家的。至于是谁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说盛眠的私生活非常混乱，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岂有此理！我们傅家给他颜面，暗地里帮盛家那么多次，他竟然敢出去偷人。在绿茶妹妹的怂恿下，他与傅彦成母亲的一个歹毒计划开始实施。很快盛眠便接到了傅彦成母亲的电话。我生病住院，你作为傅家的儿媳妇，不应该来医院照顾一下婆婆吗？盛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跟别人苟且，还怀上了别人的野种，你当我们傅家人都死了吗？我没有，伯母，听我解释，我没有。你还想狡辩？我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花言巧语，没有，今天你肚子里的野种必须打掉，给我动手！不要，孩子是傅彦成的。帝早已将他们拴在一起，无论结果会如何，他们终究还是会走在一起的。
我于彤今天发誓，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都一起，谁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你也不能。就这样，小童无怨无悔，守在何梅身旁，貌似两人好久都没有这样独处过了。但让小童想不通的是，何梅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染上毒瘾了呢？1个月前她还好好的，还答应等她出来后要和他结婚。菲菲断定一定是和何梅有仇的人才想要害她，因此菲菲将所有矛头指向了小慧的表哥甜瓜。但小童凭直觉，这件事一定和徐天禄脱不了关系，最好是自己多想了。如果正如自己所想，他一定会让徐天禄知道谁是爷谁是孙子。画面一转，何梅的毒瘾犯的是越来越频繁，医生建议将何梅转移到戒毒所进行治疗。小童不分昼夜，精心照顾着何梅的生活起居，能再次回到小童身边，对于何梅来说是何等的幸。醉酒女人醒来，意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男人的床上。可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男人竟是她结婚3年从未见过的丈夫，而他们的这一场意外相遇，竟是继母故意在她酒中下药所致。难道是那杯酒有问题？算了，不管什么原因，现在这种情况都不适合跟他相认。而刚醒来的男人看到准备离开的盛年，却误以为她是酒吧女郎。多少钱？女婿接好看丈母娘回家，谁料半路女婿竟然动了歪心思，故意装作爆胎，把车停在路边。面对丈母娘的询问，她没有回应，直接下车走到后备箱，拿出了千斤顶和备胎，装作要换轮胎的样子。因为今天天气预报会下大雨，丈母娘肯定不舍得她淋雨，所以当她出来撑伞时，便是自己的机会。果然没过多久，天空就开始下起了大雨。丈母娘不忍心看到女婿在外面淋雨，毕竟是来接自己的，万一淋雨再生个病。少哥吗？不行不进，是位格格。一听又是个女儿，大福晋失望之极。原来女人一连接着生了3个女儿，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嫁给大金的韩王后，却一直生不出儿子。眼看大福晋年岁已高，他一定要为自己、为科尔沁生出一个阿哥来稳固地位。皇太极得知哲哲再度遇袭，很是开心，承诺这次如果能生出个皇子，以后就将韩威传给他。哲哲寻遍了名医诊脉，都说这胎一定是个男孩，可不料最终生出来的依旧是个女孩。皇太极以为哲哲生了男孩，急着前来探望。怎么样，生了吧？是儿子吧？啊？是哥哥。得知第3胎又是个女孩后，顿时失望，对哲哲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变，一刻都没停留就转身离开了。他就这样走了，连看一眼都没有。几天后，众福晋一起给哲哲贺喜，明面上说着祝贺，但话里话外都在嘲讽哲哲生不出儿子。此时纯福晋派人送来贺礼，他的宫女兰玲儿表示自家主子发现有喜了，所以皇太极现在正陪他用膳呢。心中一阵酸楚涌上心头，但哲哲还是强颜欢笑的让丫鬟准备厚礼送去。次日，哲哲也前去恭贺纯福晋，却在门外听见几位福晋对他的嘲笑。科尔沁的女人生不了儿子，只会生美女，一连3胎不都是女儿吗？并让纯福晋这次一定要生个儿子出来，将哲哲大福晋的位置抢过来。虽然哲哲听到了所有谈话的内容，但是也只能假装没听见，然后微笑着恭贺纯福晋。此时工人们送来了皇太极的赏赐，福晋们好奇地打开最大的盒子，里面居然是一座做工精致的送子观音。福晋们故意表示定然是皇太极，也希望纯福晋可以早日生下儿子。再也受不得屈辱的哲哲黯然地离开了。科尔沁部落长得知妹妹又生了个女孩，也很忧心，因为哲哲身上背负的是整个科尔沁的未来。对不起哥哥，都怪我生不了儿子。此事非同小可呀。大夫说我已经复原，很快就能再怀上了。但是唯有生儿子，才能够锁住皇太极的心，才能够保住科尔沁的地位。我知道。部落长决定在皇太极身边再安插一人，而这个人选正是哲哲的亲侄女大玉儿。哲哲一想到要跟侄女共侍一夫，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一想到后宫纯福晋再度遇袭，担心纯福晋会威胁他的地位，为了科尔沁的未来，哲哲不得不想办法将大玉儿引进入宫。吴克善趁机炫耀妹妹一番，称大玉儿出生之时，有一个道士给他算过命，他以后定会母仪天下。这句话让皇太极不由得深思起来，内心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把大玉儿收入后宫。恰巧此时哲哲主动要求，希望大玉儿能入宫。这番话可正中皇太极下怀。事后如何，我们下集见。男子嫌自己要成亲的对象太丑，就在成亲当日逃婚了，还在路上遭人暗算出了意外，不小心撞到了马儿。而另一边，在新房里等着他的新娘，竟是个貌美如花的女子，但她却不是真正的新娘江玉箫，真正的新娘早就跟别人私奔了，并且还是他帮的忙。他是新月楼的杀手巨资，他的任务就是在1月之内杀了这名男子。男子是平南侯世子李书柏，他被找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昏迷不醒，但他爹却坚持要他去洞房，于是他便被抬进了婚房。还有气儿吗？有气儿。
丫鬟们把柿子扔到床上，然后就拉着江玉箫的丫鬟红玉离开了。江玉箫趁李书白昏迷之际，想要借机杀了他，可偏偏这个时候李书白醒了，江玉箫就赶紧收起自己的刀。李书白抬头一看，眼前的这人竟是3年前他救下的女儿。3年前，江玉箫在一次自杀任务中中了别人的埋伏，幸好在危急关头李书白出手救下了他。这迷津散药性太强，总不能扔下你不管吧？于是便抱着他离开了。而此时江玉箫只迷迷糊糊闻到了他身上的一股香味，并未看清他的脸。李书白给江玉箫运功逼出迷津散后，江玉箫就倒在了他的怀里。这时江玉箫脸上的面纱突然掉了下来，李书白见他快醒，就赶紧把他放在地上，然后悄悄离开了。等江玉箫醒来的时候，却不知是何人救了他。李书白认出他后，就已经猜到他不是真的江玉箫，于是便假装失忆。娘亲，娘亲，病吧？李书白死死地抱着江玉箫不放，江玉箫没办法，只好一掌将他打晕了。就在江玉箫准备杀他的时候，他无意间看到了李书白写上的图案，而这个图案跟3年前救他的人写上的一模一样。会是他吗？出嫁，没想到嫁的却是个傻子。娘亲，有病吧？江玉箫见李书白抱着他死活不放，就只好一掌将他打晕了。第二天一大早，李书白还是抱着他的大腿一个劲的叫娘亲。再叫我娘亲，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娘亲，李书白一把抱住江玉箫，而江玉箫却想趁机试探一下，看他有没有武功，随后就拿出飞镖。李书白看到后立马就躲开，还把江玉箫拽到了床上。这时丫鬟们突然进来，江玉箫就赶紧收起飞镖。柿子可真厉害！哇！李书白被撞傻的事情一下子就在府里传开了，他竟然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认识，拿着棍子追着他爹满院跑，说这人是冒充的。最后还是江玉箫阻止了他。可李书白不仅不认识他爹，就连自己的亲哥哥李书凡也不认识。于是他们便请了御医来给他看病，结果御医却说这病只有江玉箫才能治。世纪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如果世纪被能适当的满足身体的需求，你说的什么话？红玉赶紧提醒江玉箫注意，江玉箫这才收住自己的脾气，然后问御医要如何满足李书白。为什么不能满足我？再说一遍，你为什么对心机如此凶悍呢？哎呀，难怪他一生要憋出病来啊！哎呀，可怜呐！江玉箫一个眼神就把御医给吓跑，然后把丫鬟也全部赶走。我要给世子治病。前一秒两人还在眉目传情，下一秒李书白就被江玉箫按到了桌子上。那个人是不是你？李书白经不住他这么折腾，就满口承认是他。江玉箫一听，立马就放开了他。可李书白承认的只是他拿了他的簪子送给丫鬟，并不是什么3年前的事。于是江玉箫便问他鞋子上的宝瓶是怎么回事。结果李书白说全府上下所有男丁都有。江玉箫不相信他说的，就跑到院子里去查看。没想到所有男丁的鞋子上果真都有这个宝瓶图案。虽然没办法知道救他的人是谁，但至少能确定是平南侯府的。而李书白其实也没有争锋，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就是江玉箫要找的救命恩人，但他就是不告诉他。而且他还知道江玉箫也是一名杀手。为了弄清楚江玉箫为什么要杀他，他便决定跟江玉箫玩一个游戏。随后就来到房间找江玉箫。我爹说让咱们赶紧去。丫鬟红玉想趁机杀了李书白，却被江玉箫阻止，还让他先出去。等红玉一走，李书白就开始脱衣服。江玉箫也不甘示弱，就开始在他面前搔首弄姿，露出她漂亮的大白腿。李书白，那你知道生？男人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女人也毫不逊色，开始变得妩媚起来。李书白，那你知道怎么生孩子吗？我当然知道。李书白走进江玉箫，而此时江玉箫已准备好要刺杀他，结果李书白来一句：“起来呀！”我喜欢睡的人，我爹和我说了，一起睡觉就能生孩子。我想睡了，你别早点睡。说完就躺下去睡觉。此时江玉箫闻到了李书白身上的味道，竟然跟3年前救他的恩公身上的味道一样。可是看着他那白痴样，就觉得他恩公绝对不会是李书白。就在这时，丫鬟红玉在外面用暗号呼叫江玉箫，江玉箫立马就起身去找红玉。红玉提醒他明天就是回门日，可他是替嫁，回门不就露馅了？于是他半夜潜入江府，把刀架在江首府的脖子上吓唬，然后在他面前摘下面具。爹，我是玉箫。可江首府怎么会不认识自己的女儿？眼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女儿，江玉箫。江玉箫把他女儿跟别人私奔，他代替真的江玉箫嫁给世子的事情告诉了他，让他明日回门的时候不准揭穿他，并且要他把认识江玉箫的人连夜打发走。更何况这门婚事是皇帝御赐，一旦拆穿便是欺君之罪。江首府也正好到达，到了第2天回门，一进门就发现整个江府除了江首府，居然连一个下人都没有。江首府告诉他，府里的人个个都认识玉箫，如果不是我老婆死得早，连他我也得一一的休了。
现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另一边，李书白带着侍女正在将首府的书房查找他勾结乱党的证据，而红玉跑过去告诉江玉箫，李书白不见了，并且他的4个丫鬟也不知道去哪。江玉箫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就立刻跑去找李书白。当他找到江首府书房的时候，发现书房的门锁是开着的，就准备进去查看。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外面喊世子的声音，就赶紧跑了过去。丫鬟们说世子为了跟红玉玩捉迷藏，自己跳进了井里。随后丫鬟们就把李书白抬回了侯府，侯爷就赶紧派李书凡去宫里请医。就在李书凡出门的那一刻，江玉箫与他擦肩而过，从他身上闻到了恩公的味道。宝平媳妇要小命，还不不顾，都是他。男人掉进井里，性命危在旦夕，但是他爹却只关心儿媳有没有受伤。爹啊，我看你是真不心疼我。李书白建议让他爹干脆搬去西郊别院住，也省得每天来气他。他爹一听，傻儿子好像恢复正常了，高兴得不得了，可转眼就拿出了家法交给儿媳妇，让他可劲收拾他儿子。等所有人离开之后，江玉箫就要对李书白执行家法。你该不会真的要谋杀亲夫吧？你骄奢淫逸，无恶不作，今天你死定了！李书白气不过，一出门就对着江玉箫破口大骂：“你悍妇，泼妇，你个丑八怪！你黑寡，那是黑寡妇，她要是黑寡妇，那我不就嗝屁了吗？你个……”李书白一看到江玉箫，